一场精心筹备半年的反英破冰局，48小时之内彻底崩盘。哈里拿2个孩子当筹码，逼宫要公费安保。温莎家族全员用行动给出答复，核心班子集体北上苏格兰，避而不见。安妮公主掐点出访法国，全程缺席。威廉拒接所有来电，连短信都不回，连旁支表姐扎拉都早已多年断联。整个家族用一场无声的集体冷遇，把哈里自导自演的亲情大戏直接碾成了全英国的笑柄。谁能想到，半年前就开始铺垫的祖孙团聚戏码，最后会以哈里单人当天往返打个卡草草收场。更讽刺的是，全程没人赶他，没人拦他，是他自己拿着行程单轰轰烈烈造势，又灰溜溜自己撤了场子，折腾一圈，除了又消耗了一遍所剩无几的亲情信用，什么好处都没捞着。先给大家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啰得明明白白。上周五，苏塞克斯的公关团队突然给全英各大媒体群发了一份正式行程单，细节做得像模像样。7月初，哈里带着梅根、7岁的阿奇和5岁的莉莉贝特回英国待整整5天，公开行程排得满满当当。伯明翰不可征服运动会倒计时1周年活动，皇家切尔西医院探访，伯明翰儿童医院公益行，每一项都踩在正能量点上。私人行程更是精准戳中舆论软肋，带2个孩子去奥尔索普庄园祭拜奶奶戴安娜，进宫和查尔斯国王祖孙团聚，补上4年没见的天伦之乐。消息一出，全英媒体直接炸了。这可是4年来哈里梅根第一次全家集体返英，也是查尔斯国王时隔4年第一次见到2个孙辈。尤其是梅根，从2020年搬去美国之后，除了2022年女王白金禧年露过一面，整整6年没在英国参加过公开活动。媒体当时全在写王室和解在即，甚至有人已经开始预测祖孙同框的画面能登上多少家报纸头版。结果才过了48小时，剧情直接180度大反转。哈里团队收到内政部正式答复，纳税人出资的全天候警方安保申请予以驳回，针对他的安全风险等级复核流程直接暂停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你住在王室庄园里，庄园自带的安保可以管你，踏出庄园大门半步，安全问题自己负责，警方概不兜底。通知一到，苏塞克斯团队当场变卦，之前信誓旦旦的全家返英，瞬间不作数了。梅根的行程全部取消，2个孩子也不带了，连住都不住了。最后传出来的折中方案是哈里自己从欧洲度假地飞过去，参加完不可征服运动会的活动，当天就走，连英国的夜都不过，活脱脱一副打零工赶场的架势。有王室内部人士直接跟《每日邮报》吐槽，周五晚上还发正式运营通知，说全家都来，连王室住所都已经答应安排了，周6就全撤了。这根本不是正经行程，就是一场闹剧。说白了，这套操作哈里早就玩得轻车熟路了。2020年退出王室公职的那天起，他就自动丧失了公费安保的资格。为了把这份特权要回来，他跟英国内政部死磕了整整6年，从高等法院打到上诉庭，官司打了一场又一场，次次败诉，从来没赢过一次。去年他就拿着没有安保就不敢带妻儿回英国说事，对着媒体卖惨说看不到带家人回家的未来，结果官司还是输得一塌糊涂。这次更离谱，明知道安保申请交了6个多月都没进展，明知道按规矩大概率批不下来，还偏偏提前把全家行程捅给所有媒体，把祖孙团聚的氛围炒得火热。这哪里是真心想回来团聚，摆明了就是拿孩子当人肉盾牌，逼王室和政府松口，你要是不给安保，就是冷血无情，连亲孙子亲孙女的安全都不顾，舆论帽子先给你扣得严严实实。只可惜这一次哈里的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打错了。比安保申请被拒更打脸的是整个温莎家族齐刷刷的态度，连表面的客套都懒得维持，直接用一场心照不宣的集体错峰，给了他最无声也最彻底的冷遇。整个核心王室的行程安排巧得简直像提前商量好的。就在哈里预计抵达英国的同一天，查尔斯带着卡米拉、威廉王子、爱德华王子夫妇集体北上苏格兰，参加1年1度的皇家周活动，
季花勋章授勋，议会演讲，地方公务排得满满当当。安妮公主更早，7月1号就启程飞往法国，出席索姆河战役110周年纪念仪式。行程早在半年前就敲定，时间点卡得分毫不差。等于哈里回英国的时候，伦敦的核心王室成员一个都不在，国王在苏格兰，王储在苏格兰，长公主在法国，整个英格兰的王室核心席位直接空了出来。这到底是真的公务繁忙，还是刻意的错峰回避？明眼人心里都有数。有人说，不就是赶巧了吗？哪有这么多巧合？皇家周年年有，时间本来就灵活，安妮公主的纪念活动也不是必须她亲自出席。说白了，这就是整个王室的集体表态，我们不配合你的造势，不提供同框素材，不给你蹭热度的机会。你想回来办自己的事就办，想住庄园就住，但核心成员一个都不见，省得你转头就把见面画面剪进纪录片，拿去卖钱。这里面态度最鲜明的就是安妮公主，这位王室永动机一辈子勤勉敬业，最看不惯投机取巧，拿王室身份谋私利的人。当年哈里小的时候，安妮公主最疼他，带他骑马，带他看赛马。哈里也最敢跟这个姑姑撒娇，俩人没有半分利益冲突，感情一直很好。可自从哈里带着梅根出走，一次次爆料王室之后，安妮公主就再也没跟他有过私下联系。这次特意掐点出访法国，就是最直白的态度，我不想见你，也懒得跟你演什么姑侄情深。比起威廉明面上的强硬，安妮这种公事公办的回避，反而更伤人，连愤怒都懒得有了，只剩下彻底的失望。威廉的态度更是干脆的毫不掩饰，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。据多家英媒爆料，哈里返英前那段时间，疯狂给威廉发短信打电话，一条短信写的长篇大论，说想修复兄弟关系，说爸爸身体不好，一家人该坐下来好好聊聊。结果威廉一个电话都没接，一条短信都没回。王室专家詹妮·邦德直接跟镜报说，威廉早就学会把哈里从脑海里剔除了，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家庭和王室公务，这次甚至打算趁着孩子放暑假，带全家找个偏僻的地方避难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为什么威廉这么绝？因为伤得太深，信任早就碎得捡不起来了。哈里在备胎里是怎么写他的？说他嫉妒自己的人气，说他在家暴妻子，说他在戴安娜的葬礼上假哭，连凯特的私事都拿出来当众调侃，说她怀孕的时候孕吐严重，梅根跟他开玩笑，他还生气，一点都不大度。威廉是什么人？他是出了名的护妻护家，极度看重隐私。哈里把刀直接插到了他最在意的人身上，这份仇根本就解不开。更何况威廉现在是威尔士亲王，是未来的国王，他要守护的不只是自己的小家，更是整个王室的制度和规矩。他要是松口跟哈里和解，等于否定了这些年王室坚守的原则，等于告诉所有人，哪怕你背叛王室，爆料家人，只要闹一闹就能回来拿好处。这种口子他绝对不能开。更可笑的是，哈里安保官司输了之后，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反而甩锅给威廉，说 RAVEC 安保委员会里有国王和王储办公室的人，是威廉在背后使绊子，故意不让他拿到安保。结果内政部直接公开打脸，委员会的决策完全由安全专家独立做出，王室成员及其工作人员根本不参与表决。这一巴掌下去，兄弟俩的裂痕更是彻底没法补了。一个要守护制度，一个要索取特权，一个顾全大局，一个只看私利，两个人从根上就走不到一条路上。兄弟情分早就被哈里一次次的爆料和算计消耗得一干二净了，连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旁支亲戚都慢慢跟他断了来往。其中最让人唏嘘的就是他和表姐扎拉的关系。扎拉是安妮公主的女儿，跟哈里从小一起长大，俩人都不爱受王室规矩束缚，都喜欢赛马，喜欢热闹，没有王位继承的压力，也没有利益竞争，是王室里最像普通人家的一对表兄妹。以前赛马会上，俩人凑在一起互损开玩笑，哈里闯了祸，扎拉还帮他打掩护。英媒当年都说，整个王室里只有在扎拉面前，哈里才能卸下王子的架子。
做个普通人。可自从哈里搬去美国，又是出书又是拍纪录片，把家里的秘闻当笑话一样讲给全世界听，扎拉就彻底不跟他来往了。前不久，扎拉的哥哥彼得·菲利普斯办婚礼，宾客名单里根本没哈里的名字，连一张电子请柬都没发，连最没利益纠葛、最纯粹的亲情都被他消耗光了。比起威廉明面上的愤怒，这种悄无声息的疏远才最致命。愤怒还有可能拍桌子吵一架，失望就是连架都懒得吵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哈里当年把王室最后一点体面撕得稀碎的时候，就该想到那些曾经真心待他的家人，总有一天会彻底心寒。作为王室的大家长，查尔斯的处境其实最微妙。他没有像威廉那样直接撕破脸，也没有像安妮公主那样干脆回避。毕竟哈里是他从小疼到大的小儿子，阿奇和莉莉贝特是他血脉相连的孙辈。77岁的老人还在抗癌治疗，4年没见孙辈，心里的想念做不了假。但他更清楚，自己首先是国王，其次才是父亲。被刺了一次又一次，他早就不是那个会轻易心软的父亲了。很多人只看到查尔斯答应给行宫，同意见面，觉得国王还是心软念亲情。可往深了品就知道，这步棋走得滴水不漏，温情面子给足，制度底线半分不让。英国王室的安保规则白纸黑字写了几十年，只有在岗承担公职的核心王室成员，才能享用纳税人出资的全天候武装护卫。哈里早就主动退出了核心工作，常年定居美国搞商业事业，从规则上讲，本来就不符合优待标准。真要是为了儿子破了例，第一个麻烦就是民怨沸腾。凭什么拿着全英国人交的税，给一个不在岗、常年住国外的王子雇保镖？民众本来就对王室开销敏感，这口子一开，反对君主制的声音能直接掀翻白金汉宫。第二个麻烦就是规矩崩塌。今天给哈里开了绿灯，明天深陷丑闻的安德鲁是不是也能闹着要安保？旁支的亲戚们是不是也能伸手要特权？规矩一旦破了，后面的麻烦只会没完没了。更狠的是，查尔斯提前定下的封口令，堪称王室版 NDA， 直接堵死了哈里最擅长的变现路子。规矩定得明明白白，见面可以，团聚没问题，但不准拍照，不准录视频，不准发社交平台，更不准事后接受采访，写进回忆录或者纪录片里。说白了，家庭私事就是家庭私事，别想把祖孙见面的画面剪进纪录片，当成商业素材拿去全球卖钱。这能怪查尔斯提防吗？过去这几年，王室被刺的还不够惨吗？2021年奥普拉专访，梅根张嘴就扔出王室有人担心阿奇肤色的炸弹，把整个王室钉在种族歧视的耻辱柱上。后来被多位证人证伪，说当时聊的是婴儿帽的颜色。2022年网飞纪录片，俩人对着镜头吐槽王室冷暴力、制度压抑，梅根还捏着嗓子模仿女王的屈膝礼，满脸嘲弄，连不少支持他们的网友都觉得过分。2023年哈里的自传备胎更绝，把亲哥威廉家暴、亲嫂凯特小气、亲爹查尔斯偏心、继母卡米拉耍心机，全抖了个底朝天，连已故女王都没能幸免。每一次打着真情流露寻求治愈的旗号，最后都变成了全球头条，变成了他们账户里的真金白银。换作是谁，被这么被刺3、4次，也该长记性了。查尔斯这次就是把丑话说在前面，亲情我给你，信任，对不起，早就被你消耗光了。亲情有血缘兜底，碎了还能勉强粘一粘；信用是玻璃做的，碎了就是一地碎渣，拼都拼不回去。很多人想不通，哈里明明知道安保拿不到，明明知道王室没人待见他，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搞这么一出？难道就是为了自取其辱？当然不是，这场闹剧的背后藏着他最现实的商业焦虑，再不蹭一波王室热度，他的商业版图就要彻底崩了。说白了，他现在急需要一个王室和解的叙事，来拯救越来越惨淡的生意。现在的哈里梅根在美国的日子早就不如刚离开王室时风光了。当初雄心勃勃搞的生活方式品牌，先是因为商标侵权，从 American Riviera Shard 改成 Acever， 上线之后销量一路扑街，主打的果酱、
花茶、糖霜饼干，库存压了整整65万份，按零售价算价值2180万美元。要是明年夏天前卖不掉，光临期过期的损失就得超500万美金。之前最大的金主 Netflix 投了上千万美元拍的 With Love、Megan 2季播完收视口碑双扑街，直接被平台砍了后续合作， CEO 甚至悄悄取关了品牌账号。Spotify 的播客合约早就黄了，平台高管暗讽他们懒得出奇，拿着高薪不干活。连哈里最引以为傲的单人演讲报价都从巅峰时的近100万美元跌到了5万美金一场，还没多少机构愿意请。手里唯一还能打的牌，就剩下不可征服运动会了。这本来是他军旅生涯的荣光，是真正靠自己做起来的慈善项目，可现在也慢慢变了味。2027年运动会要在伯明翰办，赞助商今年纷纷缩紧预算，招商情况特别不理想。他急着回英国造势，说白了就是想借着王室的热度，给赛事拉赞助，给自己的品牌抬身价。拿孩子当筹码就更鸡贼了。要是查尔斯答应见面，转头就能剪个祖孙相拥的片段发全球通稿。之前骂的种族歧视、王室冷暴力，就跟从来没发生过一样。浪子回头，阖家团圆的人设一立，品牌溢价立马就能抬上来。要是查尔斯不答应，那就更好办了，直接卖惨说国王冷血，连亲孙辈都不肯见，素材够再剪2集纪录片，流量照样赚，横竖都是他们赚，王室怎么选都挨骂。这就是苏塞克斯团队的老套路了，永远把王室当筹码，需要的时候踩一脚，没用的时候扔一边，快撑不下去了就回来捞一把。只可惜这次王室不吃这一套了，给你住所是念血脉亲情，不给安保是守制度规矩，不准拍不准发是防你再次被刺。你想演亲情大戏，我们不配合；你想拿孩子逼宫，我们不接招。一拳打在棉花上，哈里除了自己撤场，什么办法都没有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常年活在阴谋论里的哈里，状态已经越来越偏执了。跟他亲近的友人跟《泰晤士报》爆料，输掉安保官司之后，哈里的精神状态特别差，整个人陷在被害妄想里走不出来，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：没人会保护我的家人。现在他的生活已经被安保这件事彻底绑架了。不管住哪家酒店，进哪栋房子，必须先让信任的团队做排雷式检查，墙角、插座、卫生间全都查一遍，就怕被装了窃听器。手机号码频繁更换，只有极少数几个人能联系到他，每日行踪都是最高机密。出门有时候还要安排诱饵车辆，绕路甩跟踪，活得像现实版谍战片。朋友们都劝他放松一点，可他听不进去。他总觉得每个角落都藏着危险，每个人都想害他，可这份紧绷和恐惧，说到底是他自己选的。当年他主动放弃王室身份，选择走流量变现的路，就该想到，曝光度越高，争议就越多，风险自然也越大。一边享受着高曝光带来的名利，一边又想要王室级别的安保特权，天下哪有这么两全其美的好事？他总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他，总觉得王室对不起他，却从来没反思过自己这些年消耗了多少亲情，挥霍了多少信任。从戴安娜的儿子，到威廉的弟弟，再到女王的孙子，他手里握着一把好牌，却一门心思走捷径，赚快钱，把血脉亲情当成了变现的工具，走到今天众叛亲离的地步，怨不得别人，全是自己一步步选出来的。温莎家族传承700多年，靠的从来不是吵吵闹闹的宫斗，是一代又一代人守住底线，扛起责任。查尔斯在亲情与君责间守住了制度的红线，威廉以王储之身扛起了王室的未来，安妮公主用一辈子的勤勉赢得了全民敬重。他们或许不完美，但都明白一个道理：王冠的分量永远和责任对等。而哈里本该是王室里最自在的人，没有继承压力，有家人都抵，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。他总觉得是王室束缚了他，是制度亏待了他，却从来没意识到，他今天拥有的一切名气、流量、商业价值，从头到尾都绑定着王室王子这个身份。
一边砸碗一边吃饭，一边背叛一边索取，这条路注定走不远。王室的大门或许还会为他虚掩着，毕竟血脉亲情割不断。可那些曾经真心待他的人，那些无条件的信任和温暖，一旦被消耗殆尽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